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森林守护者》。游戏有4个人物可以选择，我选择了老四杰克。当年这个角色选择的小伙伴不多，因为虽然他的攻击力最高，但是血量是最少的，所以显得非常的脆皮，容易扑街呀。游戏其实支持4个人一起玩，但是当年很少有4人机台。所以说，一般都是双人进行配合。游戏当中的武器给的非常多，但是最好用的还是鞭子，因为鞭子可以攻击到身后的敌人。毕竟游戏当中的同屏敌人数太多了，动辄上来10几个人。游戏没有明显的关卡的区分。但是可以近似认为，大概有7个阶段。这种女性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，她们经常可以在出其不意的位置掏出手雷，手雷的数量是无限的，能够看见3种，有穿绿衣服的，有穿红色的，有穿黑色的。绿色的耐久是最高的，黑色的是最低的。所以说，这个颜色也代表着对面的强度。游戏的剧情呢，是一个叫做伦多姆领导的动物保护组织，但实际上它是偷猎和走私的集团。所以说，主人公的4个人就来阻止他们。剧情非常简单啦。游戏出品于1990年，年代也非常的早。后来还出过世嘉 MD 的版本，世嘉版本的 UI 有变化，但游戏整体的内容区别不是很大。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可能就是超多的同屏敌人数了，因为当年的轻版动作游戏一般做到5、6个就差不多了。超人版本一般都是3个，最多是4个。所以说，当10几个敌人一起向你涌来的时候，压迫感还是很强的。第一关的 BOSS 在街机版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，但是在后面的版本当中出现了一些设定，比如说第一关的 BOSS 呢就叫做硝基男，身上绑着硝基炸药。主人公真的是大力士啊，举着这么大的石头，然后跳上了列车的棚顶。这已经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了。刚刚的 BOSS 也是举了一个卡车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这我真的就是不困了。我被手雷炸了一下，掉了1格半的血。我一共才4格血呀。手雷是非常难躲的，它的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大。这里不要被这种木杆撞到。类似的设定呢，在《洛尔骑士》也就是西部牛仔里边咱们也见过，在列车上打架，然后被电线杆碰到。这里是要救出这些鹰，但是我是用手雷救的，这样真的能救得出来吗？炸完了之后就熟了呀。没给我长点血吗？没有。游戏当中是没有回血道具的，但是在经过特定的阶段，它会给你回一定的血量。我还是喜欢用鞭子啊，这鞭子能屈能伸，而且非常的长。符合我的人设。这里又救出了鹿，你救出的动物后面都会帮你打架的。这里是多少人？我感觉有20个了，躺了满地都是，我的天，万路奔腾。
手雷咱们也是可以用的，但是首先要把鞭子扔掉，而且呢，武器道具在地上都是限时的，一会儿就消失了，就是跑出来很多的小花豹。可以近似的认为，咱们现在是游戏的第3个阶段了。游戏在编号上大概也是有8个阶段，但是没有第7个。可能是当时做了第7个阶段的流程，但是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删掉了，但是编号没有改。你看这些游戏的代码，你就会发现，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故事。这里旁边有河流，可以把敌人打下去。这样的话比较节省时间。对面的小飞刀是可以扔出来打人的，所以说还是要小心。这个位置也可以使用撬棍，然后靠着墙壁，也比较安全。留意手雷就可以了。不过泛用性的话，还是鞭子最好，除了打一些 BOSS 的时候。这里也算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叫做加佐斯，加佐斯是音译，原意是什么我也查不到了。好了，上船。船上这个 BOSS 要注意，下方的桶里是有手枪的，你至少要留1个手枪来打 BOSS， 不然这个 BOSS 是比较难对付的。用手枪的话，1个道具就可以把它带走了。如果不用手枪，你就一直跳踢，但是难度比较高，容错率也很低。船的上层能够看见几个敌人，当最后的敌人跳下来，你再打一波 ，BOSS 就出现了。这个 BOSS 叫做博斯特，蒙着脸，看起来是一个摔跤手，使用的招式也是摔跤的招式。对面扔的手雷也是可以炸到自己人的。好的 ，BOSS 出场，2枪、3枪、4下，这样过关。不然这个 BOSS 非常难啊，它有钢体的效果。用普通的拳脚打它只是换血，而且呢，你还换不过它。这里救出了一只大象，这个大象会对敌人发动踩踏攻击。剑的攻击频率比较高，如果是攻击频率比较低的角色，使用剑也很好用，但是呢，它保护不了身后啊。所以说我最爱的还是鞭子。对面来了个坦克，这也太夸张了。然后呢，这只大象冲了过来，把坦克撞毁。这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啊，在弗里镇，咱们就是开着坦克打的一只大象，在这里呢是大象帮助了咱们把坦克撞毁了。山洞啊，这里边非常难啊，咱们在山洞里边的目标就是活下来，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角色跳跃能力也不出色，所以过这个图更难了。咱们如果掉到岩浆里是掉半格的血，所以说如果掉到里边4、5次还是能够接受的，因为过关之后呢还会给咱们加血。
这就是掉下来一次，掉了半格，一共有8次机会。慢一点，稳一点。第2次掉到坑里，这移动的平台也太快了。我其实非常疑惑，这种平台是怎么在空中悬浮的呢？这里速度好快，又掉下来一次，3次啊！好了，过来了，我的天！这张图啊，活下来就是胜利。前方其实离最终 BOSS 也不远了。这里让鹰把咱们带下来。高手的话，打这里的时候会留一个手雷，可以快速的通过这里。但手雷在这儿也能抢。我呢，手雷是带不到这儿的。可以了，这个手雷就把桥拆掉了，它是一个剧情强制的。中了一飞刀。游戏进行到这儿呢，就是一个 BOSS rush 环节了。咱们前边可以看见很多的 BOSS。首先是这些小胖子。他们是来过瘾来了是吗？根本就不还手啊！又是这个摔跤手，这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然后咱们站一个点就可以了。越打越远，他实际上冲不过来的，冲过来呢也是撞墙角。前方是3个第一关的 BOSS，3个消极男，身上的炸药已经点着了。来吧，咱们把武器拿起来，打完他们3个呢，就是最终 BOSS。正好我的弹药也用光了，最终 BOSS 出场非常夸张啊，举着一个坦克。这里咱们就是用跳踢来打他，稍微跟他歪轴，保持一点窜线的效果，防止他起身用枪。应该是最后一下了。打完之后呢 ，BOSS 进入2阶段。原本以为 BOSS 伦多姆就是最终 BOSS， 但是呢，实际上他是被一个外星的生物给控制了。这是一个外星的什么虫子呀？打这个 BOSS 可以站点啊，站这个位置呢 ，BOSS 轮不到你。并且打这个 BOSS 之前一定要注意，把你的武器的弹药先消耗光，不然的话它也会吐导弹的。这样一会儿就自动通关了。好的，这样就救出了所有的动物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。森林守护者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